今天我们来聊聊一口在台湾家家户户都有的神奇大锅。它身披银亮外衣，头戴一顶红色或者花花绿绿的小帽子，个头不大不小，往厨房一蹲，一蹲就是60多年。它能煮饭，能蒸地瓜，能炖鸡汤，能做猪脚，能煮泡面，能温便当，能蒸蛋糕，能做优格，能炖卤肉，甚至有人用它做温泉蛋。海外留学生的行李箱里几乎人手一台，从纽约到伦敦，从东京到墨尔本，海关人员看了都不会多问，因为他们一看就知道，这东西又是一个台湾人来了。这口锅的名字叫做大同电锅。可是你知道吗？这口被台湾人视为国民神器的银色大锅，它最初的出身根本不在台湾，它是日本人发明出来的，而且整个技术几乎是日本人白白送给了台湾。当年日本人觉得这玩意儿给你们台湾人玩玩也无所谓，反正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高科技。可万万没想到，60多年过去，当年那个被他们瞧不上眼的小锅，竟然在台湾翻身成了国民神器，甚至反过来打趴日本本土的同类产品。直到今天，当日本主妇走进百货公司家电区，看到货架上那台从台湾漂洋过海来的银色大锅时，他们可能还不知道，这玩意儿当年是他们爷爷奶奶那辈亲手送出去的家乡货。那么这口锅究竟是怎么从日本流落到台湾的呢？故事要从1950年代的日本说起。当时的日本刚刚从二战废墟中爬起来，国内到处都是断壁残垣。可即便如此，日本主妇每天最头疼的事依然是煮饭。煮饭这件事在我们今天看来再简单不过，按个按钮，等个半小时，香喷喷的米饭就来了。可在70年前的日本，煮饭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家庭主妇清晨4、5点就要起床，蹲在灶台前，用木材或者煤炭生火，然后盯着锅里的米水，一刻不能离开。火太大会烧焦，火太小米会夹生，水加多了变稀饭，水加少了又是硬心。最关键的是，这口锅从头到尾都得有人盯着，主妇们根本没时间做别的家务。一顿饭下来，主妇的脸都被烟熏得灰头土脸，眼睛被烟呛得通红。于是当时东京有一家叫做东芝的电器公司，他们的研发部门就接到了这样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做出一台会自己煮饭的机器，让家庭主妇从灶台前解放出来。这个任务最后落到了一位叫做三并一中的工程师头上。三并一中接到任务后几乎是寝食难安，他想了无数种方案，温度感应行不行，水位侦测行不行，计时控制行不行，什么都试过，可结果总是不尽人意。当时日本市面上其实已经有所谓的电锅，可那些电锅只能加热，不会自己停。煮饭时间到了，你不去关，饭就烧成炭，这跟烧柴没什么两样。主妇们依然得守在旁边。这时候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角色，那就是三并一中的妻子文子。三并一中当时其实是东芝的下游小协力厂商，自己工厂就在自家后院。整整将近2年的时间，文子每天要洗米煮饭5次到6次，从早煮到晚，反复测试各种米量、水量、火候组合。他的双手常年泡在冷水里，皮肤都泡烂了。三并一中后来回忆，如果没有妻子的牺牲，他根本撑不过那2年。直到有一天，三并一中突然想通了一个关键问题，他发现当锅里的水分蒸发完毕的那一刻，锅底的温度会从100度突然开始往上飙，这就是煮熟的讯号啊。那么只要在锅底装一个感温元件，当温度跳过100度继续上升时，就让电源自动切断，饭不就煮好了吗？这个想法说起来简单，可放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却是石破天惊的突破。更神奇的是，它还设计出双层结构，外锅加水，内锅盛米，靠水蒸气间接加热，这样米不容易烧焦，而且只要外锅的水蒸完了，锅内温度就会跳一下，元件就会切断电源。整个原理优雅的像一首诗，但又简单到任何工人都能组装。1955年底，东芝终于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全自动电锅，型号叫做 ER4 号。当这台电锅第一次摆在东京百货公司的橱窗里时，整条街都围满了人。
家庭主妇们眼睛里冒出的那种光，跟今天我们看到最新款手机发表会的光一模一样。1956年，这款电锅正式上市，第一年就卖出20万台。要知道，当时日本一台电锅的价格相当于普通工人快1个月的薪水，可主妇们依然疯狂抢购。据说有些家庭甚至全家节衣缩食2-3个月，就为了买回这一台会自己煮饭的银色大锅。到了1960年，东芝这款电锅几乎已经占领了整个日本市场，家庭主妇们终于不必在清晨4点起床，终于可以睡个饱觉，等锅子煮好饭自己跳起来。日本社会学家后来甚至说，这口电锅对日本女性解放的贡献比任何一场运动都大。可是日本国内市场再大，总有饱和的一天。东芝开始把眼光投向海外，他们看了看亚洲地图，发现有一个地方非常合适，那就是台湾。当时的台湾是什么状况呢？战后的台湾百废待兴，普通百姓家里别说电锅，连电灯都不一定齐全。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台湾有一家叫做大同的公司已经在偷偷蓄力。大同公司的历史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久，它的前身其实可以追溯到1918年，由一位叫做林尚志的台湾商人创立。到了战后，林尚志的儿子林挺生接手公司，开始把大同从建筑业带向电机与家电。林挺生是个非常厉害的人物，他不只是商人，还是个工程师背景的学者，后来还做了很长时间的台北市议员，甚至担任过大学的教授。林挺生看着日本东芝的电锅风靡日本，他心里明白，这东西如果引进台湾，必定也是改变千家万户的革命性产品。于是他亲自飞到日本找东芝谈合作。当时的东芝高层是怎么看待这次合作的呢？说实话，他们有点居高临下。在他们眼中，台湾是一个小岛，刚刚从殖民地身份走出来，工业基础几乎是零，普通人家连个像样的厨房都没有，电力供应还不稳定。在这样一个地方推广电锅，能卖得出去吗？东芝内部其实是有疑虑的。可是另一方面，东芝又觉得台湾毕竟是日本曾经统治过50年的地方，文化上跟日本接近，生活习惯上也跟日本接近，台湾人也吃米饭，这点跟韩国以及东南亚不太一样。如果不试试，将来说不定会被别的日本厂商抢先。再加上林挺生亲自跑来谈，诚意十足，东芝最终决定签下这份技术合作协议。而这份协议的条件，用今天的话来说，几乎就是白送。东芝同意把124号的核心技术，包括感温元件设计、结构图纸、制造工艺，全部毫无保留的交给大同。权利金象征性的收一点，每台电锅抽几个百分点，但首批的训练、技术指导、零件供应全都由东芝负责。当时的东芝高层估计觉得，反正台湾市场小，能卖个1-2万台就顶天了，这几个百分点的权利金就当交个朋友吧，顺便还能把一些日本生产过剩的零件卖到台湾，何乐不为？于是1960年，第一台大同电锅正式在台北板桥的工厂下线。这台电锅在外观上跟东芝124号几乎一模一样，银色铝制外壳，红色按钮，黑色提把，型号叫做 TAC6。当时的售价大约是新台币880元。这个价格在当年是什么概念呢？那时候台湾普通公务员1个月的薪水也才300-400元，一台电锅等于2个月的薪水，换成今天的购买力，差不多就是新台币5-6万元的水准。可想而知，刚上市的那几年，大同电锅卖得非常慢，普通百姓买不起，买得起的人家，厨房里也未必有稳定的电源。当时还流传一个说法，买大同电锅是身份的象征，谁家娶媳妇如果嫁妆里有一台大同电锅，那这家的闺女嫁的肯定是有钱人家。但林挺生并没有放弃，他做了一件后来被证明极其聪明的事，他开始把大同电锅送进台湾的学校、公家机关、军队。当时台湾推行9年国教，大同公司主动向教育部提出合作，每一所新盖的学校厨房都装上大同电锅，军队伙食房装上大同电锅，公家机关的员工餐厅也是装上大同电锅。这些订单加在一起，数量惊人。更聪明的是，
林挺生还做了一个决定，他让大同公司的员工每年根据工作绩效，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买大同电锅。这口电锅慢慢从员工家里传到员工的亲戚朋友家，传到邻里街坊，每一个拿到大同电锅的家庭都成了大同公司最好的免费广告。到了1970年代，台湾经济开始起飞，普通家庭收入逐渐提高，这时候大同电锅才真正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从1970年到1980年，大同电锅的销量像火箭一样往上窜，台湾家庭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台，许多家庭甚至有2台、3台，一台煮饭，一台炖汤，一台蒸地瓜。在那个年代，很多台湾阿嬷甚至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大同电锅哲学。蒸地瓜要用2杯水，蒸馒头要用1杯半水，炖鸡汤要用3杯水加1张电锅纸，做麻油鸡要外锅加酒不加水。这些经验代代相传，成了台湾人共同的记忆密码。每个从小看着阿嬷用大同电锅做饭长大的小孩，脑海里都有一张属于自家的水量对照表。更有趣的是，大同电锅还跟随台湾经济奇迹，跟着台商跑到了世界各地。80年代的越南，90年代的中国大陆，2000年以后的东南亚，甚至中东与非洲，许多台商在异乡的第一件事就是搬一台大同电锅过去。有了这口锅，再苦的他乡也能煮出一碗热腾腾的家乡味卤肉饭。许多台湾外交官的回忆录里都写过这样的场景。深夜，异国的官邸里，大同电锅红色的灯光一闪一闪，那是异乡游子最熟悉的光。而此时的日本东芝呢，他们的家电部门正在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日本电锅市场已经饱和，国内竞争白热化。为了抢市场，东芝以及三洋以及日立以及三菱以及相应各家公司开始拼命加新功能，什么远红外线，什么压力 IH， 什么智能保温，价格也一路水涨船高。日本电锅越做越复杂，越做越精致，但也越做越贵。一台高阶电锅甚至要卖到日币10万以上，相当于新台币2-3万。可是大同电锅这边啊，林挺生做了一个让所有日本人都看不懂的决定，他让大同电锅的设计几乎完全冻结。从1960年那台 TAC6 到20年后、30年后、40年后，大同电锅的外观、结构、原理几乎没有任何根本性改变，还是那个银色铝锅，还是那个红色按钮，还是那个双层结构，还是那个外锅加水内锅成米的笨拙原始设计。当时很多日本人看到大同电锅这种设计，背地里都在偷笑。他们觉得这玩意儿太原始、太阳春，跟自家最新款的 IH 压力电锅比起来，简直就像是上个时代的古董。可他们没想到的是，大同电锅这种看似笨拙的设计，恰恰命中了普通人家最核心的需求。事实上，日本各大电锅品牌曾经多次尝试打进台湾市场。80年代相应曾经把他们最高阶的 IH 电锅带到台北，广告打得铺天盖地，请来日本明星代言。可1年下来，销量惨淡。90年代松下也试图用更高的科技含量赢回市场，仍然失败。专家们事后分析，大同电锅为什么能在台湾筑起一道别人攻不破的城墙呢？第一，它便宜。一台大同电锅从1980年到今天，价格几乎没怎么变过，永远是3-4千元台币的水准，普通人家咬咬牙都能买得起。第二，它耐用。大同电锅的结构简单到几乎没有零件会坏，许多台湾家庭家里的大同电锅是阿妈那一辈用过，传给妈妈，再传给女儿，3代人共用一台。网络上甚至有人秀出自家用了50年的大同电锅，依然还在每天煮饭。第三，它万用，因为原理是水蒸气蒸煮，所以它什么都能做。煮白饭、煮糙米饭、煮稀饭、蒸地瓜、蒸玉米、蒸馒头、蒸包子、蒸蛋、蒸鱼、炖鸡汤、炖牛肉、炖卤肉、做麻油鸡、温便当、做温泉蛋，甚至蒸蛋糕、做优格、做面包。一台大同电锅几乎可以取代厨房里的烤箱、蒸笼、焖烧锅、慢炖锅。对于小坪数的台湾公寓来说，
这简直就是厨房救星。第四，它好修，万一真的坏了，电锅里头的零件就那几样，发热片、感温元件、按钮开关，街角小家电型的老师傅看一眼就会修，几百块就能搞定，不像日本那些高阶电锅，动辄整组换主机板。于是大同电锅这口看起来土土的银色大锅，在台湾不知不觉累积了惊人的销售量。根据大同公司自己的统计，从1960年到2020年，大同电锅累计卖出超过1600万台。这是什么概念？台湾总人口才2300万，等于平均每 1.4 个台湾人就拥有一台大同电锅。如果再算上海外华人圈，再算上留学生，再算上移民家庭的销量，这个数字还要更高。时间来到2010年代，这时候日本人才真正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对劲。第一个讯号是日本本土的电锅市场开始萎缩，日本社会少子化，独居老人越来越多，独居青年也越来越多，一个人哪用得着动辄10几万日币的高阶电锅？于是廉价、简单、耐用的电锅反而开始受欢迎。可此时日本本土的东芝、三洋这些品牌早已习惯了高利润的高阶路线，他们根本做不出大同电锅那种廉价又万用的东西。第二个讯号更让日本人脸色难看，那就是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开始迷上一种神秘的银色大锅。他们在影音平台上看到台湾人用一台叫做大同电锅的东西做出各式各样的料理，从卤肉饭到肉骨茶，从茶碗蒸到地瓜姜汤，看得他们眼花缭乱。一查之下发现，原来这台神器的根源竟然就是当年日本送出去的东芝技术。日本网友在社群媒体上炸开了锅，有人感叹，有人怀旧，有人甚至跑去台湾旅游时专程买一台大同电锅当纪念品扛回日本。第三个讯号是商业层面最残酷的一击。2015年，日本东芝爆发震惊全球的会计造假丑闻，公司财务状况急转直下。为了渡过难关，东芝开始大量出售非核心业务。2016年，东芝把它经营了将近1个世纪的家电部门整个卖给了中国的美的集团，金额大约是日币400多亿元，相当于不到5亿美金。就这样，那个当年发明出全世界第一台全自动电锅，那个曾经傲视亚洲家电市场的东芝家电，从此信了美的。日本媒体当时的报道用了一个非常感慨的标题，大意是说平成时代的家电传奇就此谢幕。而与此同时，大同公司在台湾依然每天源源不断地生产着那口银色大锅。虽然大同集团这些年在其他事业上颇多坎坷，地产、面板、智慧电网、转投资，这里赔那里亏，公司一度陷入经营危机。可奇怪的是，无论集团多少风雨，那条电锅生产线就像有什么神秘力量保佑着一样，始终稳稳运转。每年依然卖出20-30万台，每年依然走进新婚夫妇的厨房，走进大学生的宿舍，走进海外游子的行李箱。更妙的是，大同电锅现在还反向打进了日本市场，在东京、大阪、京都的一些百货公司家电专柜，你已经可以看到大同电锅的身影，价格大约折合日币2万到3万。买的人除了在日台湾侨胞，越来越多是好奇的日本主妇。他们打听之下才知道，这个叫做他烫的品牌源头原来就是当年日本东芝的技术，现在隔了一甲子，由台湾绕道送回日本。2019年，日本一家知名的杂志曾经派记者专程来台湾板桥的大同电锅工厂采访。记者走进厂房时惊呆了，因为他看到的生产线竟然跟他童年时在东芝工厂看到的场景几乎一模一样，同样的铝材压制，同样的红色按钮安装，同样的人工检测。记者最后写下这样一段话：这口锅冻结了昭和年代的时光，把那个朴素而温暖的日本悄悄保存在了台湾的板桥。除了日本之外，大同电锅还卖到了将近80个国家，从美国到加拿大，从澳洲到纽西兰，甚至远至中东与北欧。许多国外华人圈的留学生考试前都会收到妈妈从台湾寄来的包裹，打开一看，永远是一台大同电锅。
外加一袋台湾米，这口锅已经不只是一个厨房用品，它变成了一张无形的乡愁地图。于是当年那位拍板把124号技术送给大同的东芝高层，如果他还在世，他大概很想穿越回1960年，摇着年轻时候自己的肩膀大喊：醒醒啊！你以为你送出去的是一块赔钱的小饼干，可你送出去的其实是一座金山，是台湾未来60年最坚韧的家电帝国，是亚洲家电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反向逆袭，是让你的东芝家电部门最终必须在2016年那个冬天被打包卖掉的一根导火线。当然，把东芝家电的衰败全部归咎于当年送出大同电锅技术，这未免有点夸张。日本家电的整体衰落背后有更复杂的全球化原因、产业空洞化原因、企业治理失败原因、会计丑闻原因等等。可是大同电锅这个案例确实成为了战后亚洲产业史上最经典的一个预言。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它告诉我们，技术转移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年日本人把124号的技术转给大同时，他们以为自己只是把一个小玩具借给小弟玩玩，可他们忽略了一件事，技术转移到了另一片土壤之后，会跟当地的文化、习惯、需求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长出完全不同的果实。他还告诉我们，产品的胜负从来不是看谁的技术最先进，而是看谁最理解使用者。日本电锅越做越复杂，价格越来越高，功能越来越花俏。大同电锅反其道而行，价格不变，功能不佳，但是它跟台湾家庭主妇的生活粘得越来越紧。当你的锅变成他孩子记忆里妈妈煮饭的味道，变成他出嫁时嫁妆清单上的一行字，变成他搬到海外时行李箱里最重要的那个方块，这口锅就再也不只是一个厨房用品，它是一种情感，是一种文化，是一种身份认同。它最终还告诉我们，一个产品要能存活60年、70年，甚至更久，靠的不是不断推陈出新的话术，而是一种接近于坚持的固执。大同电锅这60年没怎么变，可正是因为它没怎么变，它才在每一个台湾人的记忆里锁定了一个无人能取代的位置。如果你今天打开台湾任何一个家庭的厨房，你大概都会看到那口银色大锅静静地站在角落，它身上可能有点凹痕，可能有点泛黄，可能它从你阿嬷那一代就在这个家里了。它煮过你的第一碗白米饭，蒸过你的第一块红萝卜，炖过你发烧时阿嬷亲手熬的鸡汤。它一声不响地陪着你长大，看着你恋爱、结婚、生子。再有一天，当你自己离家独立时，它可能还会被打包，跟着你一起搬进你新家的厨房。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在日本某个高楼办公室里，当年那批签下技术转移合约的东芝高层，他们的孙子或者孙女可能正在看影音平台上一个台湾大叔示范如何用大同电锅做卤肉饭的影片，边看边叹气。他们不知道自己家的爷爷奶奶当年究竟是做了一场多么划算的好事，还是一场多么后悔的赔钱买卖。但是无论如何，这口锅的故事已经写进了战后亚洲家电史。它从日本启程，落地台湾，扎根台湾，又从台湾回望日本，回望整个世界。它是一口会煮饭的银色大锅，也是一段60年来亚洲产业命运曲折转折的缩影。下次你打开家里的大同电锅，按下那个红色按钮的时候，不妨想一想，这台看起来再平凡不过的小家电身上藏着的是一段多么不可思议的历史。